没有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拦不住他。我说过，只要你敢伤害严家的人，我马上死给你看！我要你马上退出督军，要不然我马上自尽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！陈峰，你的伙伴已经放弃赌局了，你遵守诺言，放人吧。我就不相信你会开枪打我，更何况叶雪在我手上。 原来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要报仇，你骗我！你骗我！我没有骗你，这是他们自己找上门的。你不要狡辩了，你一早就跟罗神凤说好要对付严太太，你一心一意就是要让她不能翻身。我没有的选择，他现在要替袁飞报仇，难道你要让他活的把我给逼死吗？现在到底是谁在逼谁呀？你们为什么要绑走叶雪？叶雪不是我绑走的，是罗神凤，这完全不关我的事。没有，你赶快把枪给放下再说。你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你居然一次又一次的利用我，难道你真的忘了你发过的誓言？难道你真的要永远的失去我？不！ 没有，你听我说，你听爸爸说，爸爸发誓，爸爸不会再伤害他们了。你不要做傻事，你把枪放下。没有，你把枪放下。既然你反悔了，你将会失去我，爸，你不可以再利用我了。 我要你把他放下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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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医生，我女儿没事吧？ 我们已经动手术，取出她头部的子弹了。我警告你，你一定要让我女儿康复，她是不可以有事的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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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，让开！没有，对不起，爸爸不是要伤害你的，没有，没有，王专员，王专员，你冷静，王专员。 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女儿，一定要救救我女儿！多少钱，我都给，我都给。没有，王专员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阿飞临死之前要把你托付给我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？你真的打算把这个孩子悄悄生下来吗？ 我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这个孩子。齐放啊，阿飞生日那天，神风假扮阿飞，欺骗了我，请你不要再错怪阿飞了。其实现在真相大白了，我真的很想跟阿飞说声对不起，可是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。 阿
要挑战罗神风，你要跟他赌生死局。我不能再让他逍遥法外。我已经决定跟他对赌，为佳佳的死报仇。佳佳是我妹妹，我也有责任替她报仇的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之所以告诉你，就是希望你不会跟来。这是我们两兄弟之间的恩怨，外人是不适宜插手的。我这里有一封信，如果我失败的话，希望你会交给齐芳。我们两兄弟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在台上表演了，没想到今天竟然要赌生死局。你趁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你悔改吧。我一直都希望我们两兄弟可以站在同一条线上，没想到你三番四次的帮助别人来跟我对立。你做了我的替身那么多年，你还不腻吗？你竟然想梦想做别人的影子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真的认为你可以取代妍霏在洛奇芳心中的地位吗？我帮忙洛奇芳是因为正义，我没有其他的企图。你永远是这样，只会为别人着想。难道我们之间的情谊就比不上那些人吗？难道我就不比那些人重要吗？你不要用话来刺激我了，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这一局我是坚决要跟你赌的。好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也没有选择。你准备受死吧。这两张牌是一模一样的，就好像我们两兄弟一样。只可惜，今天我们之间只有一个可以活着离开。我已经把所有的扑克牌藏在气球里面，待会儿气球会落下，谁抢到牌面最大的同花顺，就算赢。愿赌服输，你杀了我吧！我根本不想骨肉相残，因为你始终是我弟弟。
果然还是有助力。Caution, system overload. 喂，王先生，那两兄弟已经被我消灭了。好，很好，你会得到你应得的奖赏。回来吧。谢谢你，王先生。严太太，情况怎么样了？警察刚才对我说，现场发生了严重的爆炸，送进来2个伤者，一个死了，一个在里面抢救。谁死了？是英凤还是陈芳啊？我看过尸体，烧得面目全非，认不出来是谁。大姐，好人有好报，我相信死的那位一定是罗神凤。对，里面正在抢救的，一定是英风。不知道会伤得怎么样了。他会没事的。严太太，这一封信是英风读生死局之前要我交给你的。启芳，请你原谅我不辞而别。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，希望童话故事会有一个美满的结局。怎么烧成这个样子？院长，有机会康复吗？严太太，情况不乐观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他到底是英风还是神风呢？严太太，请您放心，我们将会应用一切的办法去确认他是谁来的。等一等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我收到了，我知道你是英风。童话故事，童话故事，会的，英风，你一定要好起来。童话故事一定会有美好的结局的，一定会的。英风，英风，英风。大姐，严太太，大姐，为什么一战会被炸死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敢这样大声跟我说话？我是想问个清楚。所有的行动都可能发生意外，所以我才没叫你去。你只怪他害了苗姐。要怪的话，就应该怪自己太过没有运气了。我了解你现在胰脏死了，心里很不好受，
不过现在大敌当前，你就不应该分心，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你去做。江月雪的姨父子是你一大威胁，必须要斩草除根。他都还没有出事，能做什么？那你就太天真了。你妈妈如果有这个于父子在手，很自然的，她就会利用他向你争回赌场。你甘心把赌场分一半给人吗？怎么说，那个孩子也是我爸的骨肉，我再也不想害了。杀一个人和杀10个人有什么区别？我一手能够把你扶起来，我当然能够把你压下去。你别忘了，杀死江浩奇的录像带还在我的手上。乖乖听我的话，杀死江月雪。事成之后，我就会教你最后一招，让你成为赌王之王。你一定会利用他来给我争赌场，我不容许任何人来威胁我的地位。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你爸爸这么疼爱你，可以为了你而死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觉悟呢？不行，师傅说的对，做大事也要像外公一样六亲不认。妍希，你干什么？不要过来！好，小心，黄英九今天可以狠心的叫你杀了叶许，然后再杀了我，杀了丁伟，你儿子又会铲除你吗？你自己想想。 他是怎么对你依仗的？你到现在不明白吗？这个孩子还是姓严的，是黄延九的障碍，难道你不是吗？很痛啊，很痛啊！叶雪，小心，叶雪已经在流血了，你放了他好不好？你给我下来！叶雪，你不要过来！小心，你已经错过救你爸爸的机会了。 难道你后悔一辈子吗？小心，放了叶雪吧，小心！妍希，小心，小心！医生，快去叫他！小心，没事。叶雪，医生，好痛啊，好痛啊！医生，大姐，叶雪她怎么样了？还在抢救，希望这次呢能保住孩子。 我看这次是凶多吉少了，想不到孩子不够命大。叶雪怎么样了？孩子流产了，幸好叶雪还平安。大姐，别伤心了，这是命中注定。没了孩子，叶雪没有了拖累。 而你也放下一桩心事，文心，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呢？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经验，你应该很明白的。小心，已经丧尽天良了。这一次，我不能再姑息他了。丁伟，严太太，叫有康下战书给小新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你积极备战。这一次。 绝对不能输！罗启芳向我们挑战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我本来以为你这次的行动是失败了，没想到那个野种他竟然流产。
现在严家已经没有人向你抢夺遗产了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遵守我的诺言，教你最后的绝技，让你成为赌王之王。我真的可以赢我妈妈吗？只要我们师徒同心协力，不要说是你妈妈，就算是全世界的赌王，都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只要你专心的练功，我会的。如果没事的话，你就先出去吧。师父还有一些事情要做。继承我的应该是你才对。不过你放心，美瑶，爸爸不会再让你痛苦下去。美瑶，医生说你永远成为植物人。爸爸带你回来这里，是有礼物要送给你的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以前爸爸送你礼物的时候，你总是很开心的。没有，爸爸还有最后一局要赌。爸爸好不容易才走到了这一步，已经没有回头路。爸爸不能再让任何人成为我的负累。你要原谅爸爸。跟妈妈在一起吧。今天只是闭门赌局而已，需要带那么多人来充场面吗？我今天来是替严飞讨一个公道，收回属于我们严家的财产。赌桌上胜者为王，我也没有资格继承爸爸的赌场。等你赢了我再说。
今天如果谁输了，就得立刻死。愿赌服输。请双方验牌。没问题，我也没问题。今天这场生死局，赌5支牌斗大，每人总共可以换牌3次，请开始。请双方开牌。我和你打成平手，胜负就要看他们了。为什么迟迟不肯开牌？我们已经胜了1局了，如果你们2位再输1局的话，你还有你就得马上死。请开始。你出卖我？是，我已经做错太多事，我不想再错下去了。他根本就是个丧心病狂的人，我不要再任由他摆布了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忘了是谁教你赌术的？是谁捧你做赌王的？没有我，你会今天？够了！你只不过想利用我的儿子，来向我们报复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真的是为我好，你就不会逼我害死我爸爸，你叫我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。知道这样背叛我，会有什么结果吗？根本不是。你连你自己的女儿你也忍心杀死？李瑶死了？董事海！董事海，你太卑鄙了！董事海，我们之间的恩怨就今天做个了断吧。好，我今天就以1对3跟你们赌3局，你们随便任何一个人赢得了我1局，我就死。如果到了最后，你们没有一个人赢我的话，你们3个就得一起死。好，赌就赌。这场赌局由黄先生负责转动轮盘和骰子。如果对手摇出的骰子数目和落点处与黄先生相同，
就算胜出。请开始。你送死吧！骰子点数虽然一样，可是没有压中。王永久先生掷出的轮盘18点位置，丁先生输。轮到你，开始吧。王永久先生是15点落在8点位置，严兴先生描不出相同的点数，输。严兴啊，严兴，你跟我学的只不过是一些皮毛，你就想用这些皮毛来赢我？你也未免太天真了！骆启芳，你可是赌头，我要跟你多玩几粒骰子才过瘾。开始吧。游戏已经结束了，开出你的点数让我看看吧。啊？怎么了？难道你怕死？启芳，李先生。是你吗？你还没死？难道那天你跳楼自杀，原来是个假局？董事海，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千面老千，万万没想到你也会被人家牵吧？阿飞，原来你一直活着，那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启芳，对不起。好，很好。没想到一代赌王竟然愿赌不服输，还利用假局骗人。请问你那么怕死，以后怎么会在赌界立足呢？董事海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不遵守诺言。不过，我现在已经不是赌王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无名无姓的普通人。哦，爸，无论你是不是赌王，只要你活着回来，我们就真的很高兴了。小心，爸爸就知道你一定会改过的。启芳，这个骰盅就由我来帮你开吧。好啊，我也想看看你的太太到底摇出几点。
我的点数可是1，而不是0点。你看清楚再说吧。妈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。阿飞，阿飞，阿飞。喂，喂，喂，启峰，阿飞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相信永康已经把一切告诉你了。为什么你连我也要骗？我宁愿你以为我早死了，我让你伤心一次就够了。医生还不能肯定我到底能不能活下去。阿飞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要见你。启芳，你不能来看我。如果我能活下去的话，1年后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如果我没回来，你不用等我了。不会的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启芳，我已经把你托付给尹峰，他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你要答应我。你要照顾你自己。不行的，阿飞，你不能狠心的这样抛下我，你让我知道死而复生，你现在又要离开我。再见。不要，阿飞。阿飞，阿飞。
我在这里被判终身监禁，实在是罪有应得。妈，你以后不用来探我。爸爸还是会每个星期来看你，而且会像爸爸一样，替你身经减刑，直到成功为止。妈，对不起。多多去哪？我收到你寄过来的礼物了。是吗？妍蕊还好吗？很好啊，多多去哪？如果不是你宣布胎儿流产，我就没有办法安然地把颜悔生下来了。多多去，谢谢你帮我守着这个秘密，让颜悔可以像个普通人一样快乐地成长。我真的很感激你啊！我有空一定会来看我的干儿子的。知不知道为什么给你取名颜悔呢？就是希望你日后做每一个决定，遇到任何挫折都不会后悔。西方，你曾经说过童话故事会有美满的结局。今天是你生日，我希望这个美梦可以成真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上天是不会辜负有心人的，许个愿吧。我今天带了个特别的礼物送给你。我想，这是童话故事最美丽的结局。就有灰色的地带，看我伸手拈来，是否一副却是好牌？不用被一再不自在试探，这算不算好？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，也许不来。也许根本划不来，让我珍重消化。怎样才叫十分精彩？不必空等待，放不开感慨。那应不应该有朝一日自然会明白？也许痛快，也许都在。真那是爱，无法满足就要去杀。